自004型航母进入公众视野以来，关于其动力系统的猜测与争论便不绝于耳。在卫星影像清晰揭示其庞大身躯之前，常规动力与核动力之辩主导了初期的讨论。如今，随着建造进度在商业卫星的凝视下一览无余，争论的焦点已迅速从是否为核转向是何种核。我们将明确提出并论证一个核心观点：004型航母将采用一种改良型第3代舰用压水堆方案，既非对潜艇反应堆的简单移植，也非激进的跨越至第4代反应堆技术。由于项目高度机密，我们只能是基于开源情报的交叉验证与合理化推演。首先将从卫星影像的结构与身份确认入手，深入剖析选择成熟压水堆路线的战略与技术逻辑，详细阐述其核心系统设计参数、燃料策略与全受期维护模型，并对气冷球床堆、土基熔岩堆等第4代方案以及超临界态二氧化碳作为公制的先进发电循环被排除的具体工程原因进行严谨分析。最后，通过与全球标杆福特级航母的核动力系统进行多维度、深层次的精细对比，将系统性推导出004型方案在功率密度、防护设计、燃料经济性与系统可靠性方面的相对优势与独特技术特征，最终揭示这套动力方案如何通过务实可靠、以稳制胜的工程哲学，为我国航母事业贡献极其坚实的核心竞争力。首先，我们将从太空俯视的上帝视角切入，通过商业卫星照片的分析，直接看出004的核动力身份与双堆布局。多批次分辨率密集的高清卫星影像测量结果显示，004的水线宽度稳定在约43米，水线长度在320至340米之间，飞行甲板最大宽度接近90米，总长则普遍研判为超过340米，部分分析数据指向350米。作为对比，福特级的水线宽约40.8米，全长337米，甲板宽约78米。仅凭水线数据无法直接得出排水量，需引入吃水深度与方形系数2个关键变量。结合中国航母的母港及航道水深信息，并参照福特级吃水约12米的经验研判给出一组保守估算值：吃水约14米，方形系数0.60至0.65。简单估算满载排水量稳稳地落在11万至12万吨区间，这个体量超越了世界上目前所有在役航母。从物理规律上就已排除了常规动力。无论在何种气象条件下拍摄的光学影像中，004型航母轮廓分明的舰岛上均未发现任何尺寸的烟囱开口，这是排除燃气轮机或蒸汽轮机等常规动力的决定性证据。通过对舰体建造中期甲板尚未完全封闭的卫星图像进行解读，可以清晰识别出在舰体中后部对称分布着2个边长约18米的厚重方形结构，其尺寸与形态恰好与核反应堆厚重的一次屏蔽舱设计完全吻合，其几何形态和厚重感与周围轻薄的隔舱结构形成鲜明对比，是强辐射屏蔽需求的直观体现。对比时间跨度为12至18个月的多批次卫星影像，我们不仅能识别出静态的特征，还能跟踪其动态的建造逻辑。舰体采用的是先进的总段建造法，巨大的分段从首至尾依次合拢。最新影像显示，舰首和中部的绝大部分模块已完成合拢，舰尾位上留有少量分段缺口。据此研判，总体建造进度已达75%至80%。甲板下方围绕之前发现的厚重结构，分布着极度复杂的多层隔舱，这是为保护反应堆设置多层防护与防雷隔舱的典型设计。所有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这是一艘追求高航速、高生存力的大型核动力战斗舰艇的完整证据链。接着，最核心的问题便浮现出来：004航母是延续了美国福特级、法国戴高乐号的压水堆路线，还是像许多军迷，包括我自己翘首以盼的那样，一步到位采用了第4代反应堆？在军事技术的讨论中，魅力四射的黑科技
往往比脚踏实地的成熟技术更引人瞩目。我们知道，在美苏争霸的冷战背景下，两国都曾试图将液态金属反应堆这项理论上极具诱惑力的技术投入军用，以追求更强大的动力核心。利用液态钠或铅镉合金代替水作为冷却剂，运行压力远低于压水堆，能产生更高品质的蒸汽，从而打造出体积更紧凑、动力更澎湃的反应堆。然而，这项技术在两国的实践中却惊人一致地演变为一系列挫折，最终因无法解决的根本性缺陷而被主流放弃。1957年服役的美国海狼号是继鹦鹉螺号之后的第二艘核潜艇，旨在探索不同的核动力技术路线。其安装了 S2G 钠冷反应堆，采用钠作为冷却剂，理论上能让反应堆功率密度更高。但海狼号从海试开始就麻烦不断，其原型堆在路上测试时就已发生了泄漏并引发火灾。那化学性质极其活泼，遇水或空气都可能燃烧，这使得过热气等关键部件泄漏，成为操作人员的噩梦。另外，液态金属钠具有高腐蚀性，美国当时特制的347不锈钢都不能完全抵御，结果就是该堆最大只能以80%功率运行。面对无法根除的安全风险，美国海军断然决定将昂贵的 S2G 反应堆连锅端，从1958年底开始，为海狼号换装经过验证的 S2WA 压水堆。这标志着美国彻底放弃，并将液态金属堆技术排除在海军应用之外。与美国不同，苏联在这条技术路径上走得异常执着，并为此付出了更沉重的代价。K-27 是苏联首艘搭载一回路 VT-1型铅镉合金冷却反应堆的实验潜艇。相比传统的压水反应堆，这种快中子反应堆具有功率密度高、结构紧凑的优异性能。1958年6月15日下水后， K-27 在海试中表现出极佳的机动性和静音性能，但是高温液态金属对管路材料腐蚀性极强，会溶解腐蚀管路金属元素，造成堵塞或穿孔。在1968年5月的一次航行中，反应堆一回路因堵塞导致流量不均，堆芯局部过热并最终熔毁，放射性气体随之泄漏，造成全艇144人遭受辐射，其中9人死亡。事故发生后， K-27 被封存。鉴于其反应堆的放射性污染，1982年9月，苏联海军将其拖至新地岛海域秘密沉没，目前其残骸依然处于放射性监控中。这次事故堪称水下切尔诺贝利。作为 K-27 事故的经验继承者，阿尔法级采用了改进型的 BM-50A 铅镉反应堆，其功率密度极高，反应堆启动快，无需换料即可在整个服役期内运行，让3000多吨的潜艇水下航速超过41节，即约76公里每小时，水下机动性极强。不过，这种反应堆有着极其苛刻的待机要求，铅镉合金的熔点为125摄氏度。一旦反应堆停堆，温度低于此熔点，冷却剂就会凝固，彻底冻死反应堆，并导致报废。比如 K-64 艇在1972年预备役航行中，反应堆冷却剂凝固，最终反应堆堵死。幸亏当时是在近海附近游弋，被拖船拖回北德文斯科后被拆除，最终于1974年8月除名。另外，这种反应堆会产生放射性更强的副产品，冷却剂中的 B209 在反应堆中子辐照下会转变成释放强伽马射线的钋210，这使得系统在轻微泄漏时就会造成严重放射性污染，使常规检查、维修都变成高风险的作业，维护难度远超传统压水堆。比如 K-123 艇在1982年4月，一回路的冷却剂发生泄漏，由于中子照射导致 B 变为钋210，造成全艇发生核污染。1983年10月至1992年8月进行了长达近10年的大修，更换了反应堆，最终该艇于1996年退役。不过幸运的是，这2次重大事故均未造成人员伤亡。阿尔法级最终因高昂的钛合金艇体
建造成本和恶劣的勤务性，并未能成为苏联海军主力，反而成为冷战时期追求极致性能而牺牲实用性的典型反面教材，逐步淡出历史舞台。除了液态金属反应堆外，美苏对舰船潜艇和动力的探索犹如一场技术豪赌。比如有机冷却反应堆也是一种曾被寄予厚望的技术，旨在用有机化合物如联苯、三联苯替代水作为冷却剂和慢化剂。有机冷却剂的沸点高，可以在高温下工作而无需高压，运行压力可从压水堆的超150个大气压大幅降至约10个大气压，从而简化甚至取消厚重的压力容器，理论上能制造出更轻更安全的反应堆。但实际运行中，有机物在高温和强辐射下发生分解或聚合，形成类似焦油的粘稠副产物。这不仅严重降低传热效率，更致命的是会堵塞狭窄的冷却剂流道，导致堆芯传热恶化。最终证明其工程可行性极差，且维护复杂，该技术被基本放弃。而超临界水堆让一回路的水在超过热力学临界点22.1兆帕374摄氏度的状态下运行，成为单向高密度的流体。这能让系统热效率达到惊人的44%以上，且无需蒸汽发生器，使系统结构简化。但是超临界水在高温高压下具有极强的化学活性，对燃料包壳和压力容器材料的抗氧化、抗应力腐蚀性能要求极其苛刻。在拟临界区，水的物理性质随温度微小变化而剧烈波动，给堆芯冷却和安全控制带来挑战。而且由于冷却剂装量少，在失水事故等瞬态情况下，对非能动安全系统的响应速度要求极高。业内预计在2030年前后才能实现原型堆或商业化应用。这些代价高昂的失败尝试，从反面印证了成熟压水堆在安全性、紧凑性、可靠性和功率密度之间实现的工程平衡，至今难以被超越。我们知道，小步快跑是中国军工领域奉行的一条经实践反复检验的成功哲学。它在航母发展上的体现，就是从辽宁舰的续舰摸透，到山东舰的仿制改进，再到福建舰的整体弹射技术跨越，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前一步基础之上。对于004型航母小步快跑的目标清晰而明确，解决核动力的有无问题是这一步需要跨越的核心门槛。选择最成熟、技术基础最雄厚的压水堆，能以最低的进度风险、最小的技术不确定性，以最快速度形成可靠战斗力。而第4代反应堆，特别是气冷球床堆和土基熔岩堆，在陆用领域具备固有安全性高、燃料利用率优和废料少等理论优势，但将其移植至航母平台，则面临高难度的工程壁垒。首先是功率密度与体积的矛盾。土基熔岩堆在理论上拥有长压运行、本征安全和废料少、燃料利用率高等一系列压倒性优势。然而，目前的陆上实验堆功率通常仅数兆瓦热功率，与航母所需的数百兆瓦级相差2至3个数量级。我国在甘肃建设的2兆瓦热功率液态燃料土基熔岩实验堆，已是世界公认的领先项目，其首要目标是验证技术，而非功率放大。从2兆瓦到数百兆瓦，是几百倍的功率跨越。这不仅仅是加燃料那么简单，涉及中子物理、热功水力、材料腐蚀、燃料盐在线处理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解算。土基熔岩堆的一回路中流淌的是700摄氏度高温高放射性的燃料盐，其管道、阀门、泵、换热器等所有涉核设备都必须使用昂贵的耐高温腐蚀的特种哈石和金等镍基材料，将所有陆地辅助系统微型化、抗冲击化，并进行海上摇摆、延误、电磁兼容等全系列军用环境试验，其所需的时间与资金成本难以估量，预留需要15年以上的舰用化改造与验证时间。而关于气冷球床堆，石岛湾核电站是全球首座实现第4代核电技术商业化运行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站，2023年12月投入商业运营。
采用氦气冷却剂和碳化硅包覆颗粒燃料技术，双堆带一台200兆瓦电功率汽轮机，单堆热功率约250兆瓦热功率。看似功率差距缩小了，但气冷堆产生的中子能谱更硬，穿透力更强，需要更厚重、更大的屏蔽结构。其庞大的石墨气体、厚重的压力容器以及庞大的氦气回路设备，导致其功率密度不到50兆瓦热功率每立方米，而现代压水堆可轻松超过150兆瓦热功率每立方米。这种虚胖的体格在空间寸土寸金的航母上是致命的。航母的舰体是一个经过精密优化的、集成了数千个舱室的复杂空间，不是一块可以随意放大的陆地。2位第4代选手都在此折戟。其次是动态响应滞后。航母并非一座平稳的核电站，它是一个作战平台。航母电磁弹射与高能武器负荷呈毫秒级脉冲波动，特别是装备了电磁弹射系统后，对电力供应的动态响应能力提出了严峻要求。弹射一架重型战斗机需要在2至3秒内从电网抽取数十兆瓦的能量，这个过程在舰上数以秒计的频繁发生。这要求反应堆及其配套的蒸汽电力转换系统能够像赛车的油门响应一样，迅速应对功率的瞬态尖峰和陡降。土基熔岩堆的反应性控制依赖于复杂的燃料盐在线处理和漫化剂控制，动态响应特性复杂且缓慢，功率爬升衰减时间常数长达数十秒至分钟级。气冷球床堆巨大的石墨漫化剂具有巨大的热惰性，升温降温都非常缓慢，响应速度慢。而压水堆通过快速控制棒或液态冷却剂温度硼浓度，拥有快速的反应堆跟随能力。其身后的蒸汽发生器蓄热能力也可以像电容一样缓冲剧烈的功率波动。压水堆是这3种方案中最能匹配电磁弹射系统大起大落冲击性负荷的堆型。最后是军用化验证缺失。舰用堆需在剧烈摇摆、高延误、电磁干扰与战损条件下保持稳态输出，且受限于屏蔽舱体积，必须实现高功率密度、紧凑布局、低维护频次的工程平衡。第4代堆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录用实验堆或是泛堆阶段，无舰载环境是硬性数据。军用级材料如抗辐照包壳非能动余热导出结构尚未完成工程定型。若上舰，需额外10至15年技术成熟期，直接错失004型2030至2032年服役窗口。除了第4代反应堆采用超临界态二氧化碳作为供制的先进发电循环系统也极为诱人。超临界二氧化碳在温度超过31.1摄氏度、压力高于7.38兆帕时呈现兼具气体流动性与液体高密度的物理特性，其循环效率可超过50%。系统体积缩小至传统蒸汽机组的1/25，其布雷顿循环系统启停速度较传统朗肯循环蒸汽机组提升70%。这一特性源于超临界状态下无相变的直接做功过程，系统热惯性小，能够迅速响应外部负荷变化，而且无需蒸汽发生器、稳压器、汽水分离器和干燥器等设备，结构极为紧凑。更关键的是，二氧化碳化学性质相对稳定，在中低温条件下对金属腐蚀较小。我国在2025年12月20日已经实现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商业运营。科研团队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解决了兆瓦级超碳透屏的干气密封难题，研发了高能量密度的微通道换热器和高效透屏机组，实现了从实验室原型到工业级产品的跨越。中国船舶集团第704研究所也对此进行了长期技术跟踪，推测已经进入系统级方案设计阶段。只不过，超临界二氧化碳更适合第4代新型高温反应堆，而现有传统压水堆的堆芯出口温度约280至330摄氏度，无法充分发挥超临界态二氧化碳循环在500至700摄氏度高温区间的效率优势。当然，
目前也同样面临舰载环境适应性的关键挑战，特别是二氧化碳的高压密封件的长期高可靠性等问题。所以，改进型第三代压水堆和传统蒸汽动力转换仍是基于时间窗口、技术成熟度和风险控制的综合最优解。它保证了004型航母能够如期加入海军序列，并迅速形成稳定的、可预期的作战能力，而不是沦为一项高风险新技术漫长而痛苦的试验平台。这种战略定力和务实精神，正是我国航母事业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中国舰用核动力研发始于20世纪60年代，历经091、092型和潜艇的初代压水堆，热功率约48兆瓦；093型改进堆，热功率约90至110兆瓦；至095、096型自然循环堆与一体化堆，热功率突破150兆瓦级的迭代。我国09系列攻击型与战略核潜艇的研制与长期战备值班，为海军核动力系统积累了无可替代的基石性数据，长达数百万小时的海上运行经验，涵盖了从高海况摇摆、水下冲击到极限功率输出的各种极端工况。公开信息显示，其核心系统故障率低于0.001次堆年。这项数据是说服海军决策者继续采用同技术路线的最硬核证据。它证明了压水堆在舰用环境下的工程成熟度。而玲珑1号作为全球首个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审查的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堆，其本质正是中国核潜艇反应堆军用技术溢出的名品。我们知道，美国航母和潜艇反应堆也是由核潜艇反应堆演进而来。1960年代初，2W 和潜艇反应堆技术成功，但直接移植到航母上，单堆功率严重不足。企业号简单粗暴地堆砌了8台 2W 反应堆，单堆热功率约150兆瓦，轴功率约3.5万马力。不过换料周期仅3至4年，8台反应堆及附属设备挤占了大量内部空间，导致搭载舰载机数量仅有84架。所以，美国海军为尼米兹级专门升级研制了划时代的 A4W 反应堆，单堆热功率550兆瓦，轴功率约13万马力，仅用2台 A4W 就实现全舰总功率26万马力，使用约40%风度的铀235。换料周期延长至25年。福特级航母装备的第3代 A1B 反应堆则通过高度简化设计，相较于尼米兹级的 A4W， 将系统组件、阀门和管道数量减少了约50%，单堆热功率比 A4W 增加25%以上，达到约700兆瓦，双堆总功率1400兆瓦，供电能力高达20万千瓦，是尼米兹级的3倍。以实现电磁弹射、先进雷达等耗电大户上舰，采用97.3%武器级高浓缩铀，实现与航母同寿命的50年免换料。由此可见，基于09X 系列和潜艇反应堆进行改进升级，是更直接、更符合国防装备发展逻辑的技术路径。004型航母采用一体化、紧凑型、具备全非能动安全特征的第3代舰用压水堆。采用双堆配置，推测单堆热功率为700至800兆瓦，总热功率1400至1600兆瓦，轴功率2乘130兆瓦，约40万马力推进功率，以及约250兆瓦级持续发电能力。我们知道，中国民用和工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领先体系，从3代压水堆的成熟商业化，到小型模块化堆的军民深度融合，到多种4代堆技术的前瞻性布局，再到超临界态二氧化碳先进工质循环，不仅展示了深厚的技术储备，更在燃料控制、材料、建造等全产业链上实现了自主可控。正是这样一个强大的民用和工业基础和明确的军民融合技术路径，共同构成了004型航母核动力系统能够问世及领先的坚实底气。为精准评估004型航母核动力系统的技术水平，一个理想的参照系是不可或缺的。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现役航母福特级及其 A1B 反应堆，正是这样一把关键的标尺。
热电转换效率方面 ，A1B 仍旧采用比较保守的热力循环设计，其总能量转换效率在25%至30%之间。而004型航母依托中国已经对美国形成体系性超越的核工业，叠加中压直流架构，热电转换效率有望提升至30%至35%之间。功率密度方面，两者均采用双堆对称镜像布局，其中福特级单个屏蔽舱尺寸估计为17米乘15米乘9米，更加方正，体积约为2295立方米。004航母的单个屏蔽舱尺寸推测为18米乘12米乘10米，呈现长条状，体积约为2160立方米。004的反应堆舱段总体积更小且更窄，这一独特形态，一方面极有可能是为了适应004型航母水线更窄、舰体更修长的总体设计；另一方面，通过90%高浓油燃料板状元件排列优化、控制棒驱动机构微型化、中子反射层简薄与紧凑屏蔽设计，使得其单位体积能量输出更高，减少了冷却剂循环压降与主泵功耗，提升系统净输出。动态负荷匹配方面，电磁弹射单次耗能约120兆焦，峰值功率需求达80至100兆瓦，持续时间2至3秒。004堆推测采用快速控制棒和硼酸浓度调节双模响应，功率爬升时间推测小于5秒，加之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配合飞轮储能与超级电容缓冲，电网电压波动小于正负5%，杜绝传统交流电网的频率漂移问题，从而避免福特级航母早期因电网波动导致的弹射器宕机。全寿命周期燃料管理方面，福特级的 A1B 在设计指标上追求50年堆芯寿命，理论上无需换料。然而，这是理想的设计状态，在服役中期仍然需要切开飞行甲板进行开膛破肚式的大规模检查和必要时换料，这仍是美国海军的标准预案，该过程耗时12至24个月。004航母堆芯推测也采用负极度达到90%至93%的武器级高浓油，从而大幅提升堆芯的初始剩余反应性储备，从物理上奠定了长寿命的基础。采用优化的板状燃料元件，板状元件采用三明治的片状结构，具有极高的表面积体积比，能更高效地将核燃料产生的巨大热量传递给冷却水，显著降低燃料芯块的中心温度，从而提升反应堆的安全裕度。再通过优化燃料棒微结构和燃料负极度分区装袋，实现125吉瓦天每吨油的燃耗深度，确保其达到30年以上免换料。作为直接对比，上一代的尼米兹级航母使用的负极度较低的燃料，其燃耗深度仅约60吉瓦天每吨油，福特级的燃料设计燃耗也仅在100吉瓦天每吨油左右。关键区别在于为中期大修准备的方案，由于堆芯本身完好，不再需要为更换燃料而切割数层甲板、拆解大量结构，维护将完全通过预设的专用维护通道和舱口进行，配备重载吊机与远程操作机械臂，易损件实现模块化更换，蒸汽发生器传热管、控制棒驱动机构、主泵密封环、稳压器、电加热器均实现快拆快装。30年大修仅需更换预测寿命到期部件，堆芯本体保留。单堆检修期间，另一堆维持30%功率运行，为舰上关键系统和日常生活提供电力，并进行码头细薄状态下的航行测试。这确保了航母即使在深度大修期间，也未完全丧失和活性，大幅缩短恢复全战力所需的时间。这意味着004的全寿期可用度和战备出勤率将具备显著优势。004航母反应堆还采用了全非能动安全系统，取消应急柴油发电机及依赖重力、对流、热传导、相电等自然物理定律实现事故缓解，无需外部电源或人工干预，以保证强悍的战场生存性。推测其核心设计包括重力注水系统，高位水箱在失电时自动开启，冷凝水沿重力注入堆芯，维持冷却剂覆盖。
通过自然循环余热导出。如果一回路破口，冷却剂因密度差形成自然循环，经非能动热交换器将热量排至海水。堆腔底部设置熔物滞留装置，内衬碳化硅氧化铝耐火材料，防止溶穿压力容器。稳压器安全阀故障时，爆破膜自动破裂，硼酸溶液重力注入一回路，实现快速停堆。堆芯融化频率降至10负7次方堆年，较福岛事故前设计降低3个数量级。航母作战环境远超陆用核电站，004型实现抗冲击大于等于 0.5G， 抗摇摆大于等于30度，高于通常的军用标准。反应堆总重约1200吨，不置于水线以下重心区域，降低横摇惯性矩，提升航行稳定性。反应堆支撑采用液压阻尼、橡胶隔震刚性限位的3级系统，满足水下爆炸冲击波传递要求。管路柔性接头吸收结构变形，控制棒驱动机构磁力耦合设计，避免机械卡塞。冷却剂流动采用旋流抑制器，防止气液分层导致局部干烧。动力舱与弹药库、航空燃油舱之间设置双层水密隔舱与防火墙，满足抗爆要求。屏蔽层采用双层设计，内层推测为150毫米含硼聚乙烯和50毫米铅合金，吸收中子与伽马射线。外层推测为100毫米高屈服强度键用钢和抗冲击复合材料，以抵御破片与冲击波。通过独立负压排风系统，采用超高效 ULPA 级滤网和特制浸渍活性炭过滤器，拦截气溶胶与放射性点，泄漏率小于10^6次方立方米每秒。核动力航母的声学特征直接影响反潜战生存性。004型航母推测采取以下措施：主泵采用永磁电机和矢量控制，低负荷时降频运行，噪声降低15分贝。气轮机、齿轮箱安装双层浮阀，一回路高压管路敷设阻尼复合材料，抑制流质振动与空化噪声。4轴推进系统搭配经过顶级流体力学与超算优化的中度侧斜与翘曲叶形设计的大弦长宽叶面5叶桨，在保证30节以上高速所需的抗疲劳强度的同时，将高航速下的振动和空炮啸叫声降到最低。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004型航母虽然采用了同样的压水堆代际，但其在功率密度、紧凑化程度、安全性、维护性和初始可靠性等多个关键点上，都实现了对福特级 A1B 方案的全面追赶与局部超越。可以预见，004型航母在初始形成战斗力阶段的可靠性将优于当年的福特号。这颗强大的双核之心将赋予004型航母如下前所未有的作战能力：真正的全球部署能力、无限的续航力与持续数月的高速巡航能力，使中国海军在全球范围内的关键海域实现持续可信的军事存在成为现实。顶格的航空作业能力、充沛的电力供应，不仅可保障4部电磁弹射器以理论350架次以上的日出动量全负荷无衰减的运作，更为未来上舰的激光等高能武器留足了能源接口和开发潜力。超强的平台生存力、双层屏蔽与非能动安全系统，赋予了航母在战损和严重事故下无与伦比的抗毁性和生命力。压倒性的战略经济性、全售期免换料与简洁高效的中修模式，确保了极高的载航率和可控的全售期成本。正是这种以稳制胜的工程哲学，不赌国运只强军力，让004型航母得以避开技术冒进所暗藏的陷阱，在未来数十年的惊涛骇浪中，以最坚实的步伐迈向深蓝。